大家好，我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，突然发现我好像很少解说泰国电影。其实泰国除了恐怖片方面颇有建树以外，悬疑片领域也出过不少佳作。今天就来带大家分享一部泰国的悬疑犯罪片《致命切割》。都说泰国电影脑洞大，今天讲的这个案子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你绝对猜不到凶手是谁。就算猜出是谁，也绝对猜不出他要干嘛。故事一开始发生在一家酒店里，有一个老外叫了个外卖，可服务生送来的却是一个红色行李箱。老外打开后很满意，箱子里装的竟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小男孩。原来老外是个娈童的变态。看到这里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根据恋童必死的法则，老外立马就遭了报应。过了几天，码头上的小孩子发现了这个红色行李箱，打开后差点吓出毛病，里面装着一具腐烂的尸体，正是之前被杀的老外。警长老白来到现场办案，手下报告尸体已经腐烂，而且钉钉被割掉，已经找不到了。老白一听，立马就把菊花炭，果然找到了老外的钉钉，条后被倒装了，属于是。看来老白浓眉大眼，平时人体构造也没少研究，很清楚哪里能藏东西。镜头一转，杀害老外的红雨衣又盯上了一个中年油腻男。油腻男刚和一个制服女子谈妥了一场生命大和谐的交易，然后上楼去探讨人生理想。油腻男还架起了摄像机，完全没意识到危险降临。第二天，老白从床上被叫起来出警，油腻男已经沉在了箱子里，变成了这副德行。好在现场有摄像机，保存了杀人过程。这是第二起变态杀人案，社会一片哗然。然而警长老白对破案一筹莫展，凶手是谁？为啥把丁丁当韭菜割？又为啥要把尸体装箱打包？一旁的医生分析说，凶手肯定想传递某种信息，咱们不懂，但有人可能懂。医生在监狱看病的时候，有个犯人跟他说自己见过这种案子，杀人的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。老白对此不屑一顾，但听到犯人名字就真香了。这个犯人叫阿泰，以前是老白手下的小马仔。他之所以跟着老白混，是因为自己想当警察，谁知道警察没当成，却不小心误杀了一名警察，成了杀人犯。得亏老白帮忙，才没被枪毙，只判了10年监禁。阿泰在监狱外还有一个十分恩爱的女友，名叫小小，温柔漂亮，还一直不离不弃。小小劝阿泰别跟着老白干，因为老白不是什么好人，看自己的眼神总是色眯眯的，而且给阿泰布置的任务基本都是脏活。可阿泰觉得老白对自己有救命之恩，所以心甘情愿替老白杀人，把好好的监狱哲学篇变成了狼人杀现场。此外，阿泰的记忆有问题，想不起小时候的事，但他这20年来总是能梦到一个红色行李箱，可能与他的过去有关。这天，阿泰看到电视里在报道杀人案，红色的箱子和面目全非的尸体，瞬间让阿泰脑袋一激灵，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。原来，在阿泰小时候，他们的村里也出现过类似的受害者。记忆中有个小孩叫小娜，特招人烦的那种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消失了。同时，村里出现了一具浑身刀眼、命根子还被割了的尸体，跟这两件案子的尸体很像。那阿泰口中的这个小娜，会是3起杀人案的真凶吧？然而，老白在和阿泰见面以后，却咬定阿泰说的那些都是为了自己能出狱编的故事。他要阿泰老实待在监狱里干活，别整这么多幺蛾子。其实不难理解，给警察干脏活，干的越多，知道的也就越多，也就越不可能出狱。这事儿隔壁的肖申克监狱有经验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有一天，凶手竟然公开预告，他下一个要杀的人就是政府高官的儿子，一个已经成了明星的官二代。这天晚上，在一场安能辨我狮子雄的海天盛宴上，红雨衣闯入了现场，大开杀戒。不久后，老白赶到了突杀现场，手下表示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了解了哪个？好消息是这里并没有发现官二代的尸体，坏消息是尸体在别的地方发现了。官二代被倒挂在了路边的广告牌上，屁股真的是不疼了。他被割掉的钉钉看得人胯下发凉。在同一片夜空下，这一边老白切了猛吸烟，怕自己官位不保；另一边杀人魔像个圆盘生物在翩翩舞蹈。死了儿子的高官大发雷霆，下了最后通牒，让老白在15天内破案。老白一听也完蛋，自己平时坏事没少干，破不了案，怕是要被清算。走投无路的老白又想起了阿泰，事到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于是拿阿泰的女友小小做抵押，派阿泰去找凶手，并且许诺只要老老实实找到凶手，就把前面的罪行一笔勾销。一心想出狱和女友厮守的阿泰，欣然接受了这个单车变航母的机会。根据医生的建议，阿泰驱车来到小时候生活的村子，开始刷存档点找记忆。第一个存档点是一条街道，那是他和小娜相识的地方。小娜这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眉清目秀，但因为人有点娘，所以除了一个患病的阿婆，小娜走到哪儿都不受待见。孤独的小娜想和阿泰一起玩，但阿泰想融入一个坏孩子的团伙，这个团伙对小娜很不友好。阿泰要想加入，除了要和小娜划清界限，还得打小娜一顿做投名状。阿泰没有犹豫太多，就动了手，抬着小娜加入了团伙。阿泰和新伙伴一起抽烟，一起引女神，一起登短廊，而小娜在外被霸凌，回到家又要被亲爹毒打，日子过得暗无天日。
阿泰在街上毒贩结束以后，老白又打来电话，说了个新发现。原来老白检查尸体的时候，发现官二代的菊花里绽放着一艘玩具小船，这让阿泰想起了不美好的回忆。尽管当时阿泰当众打了小娜，但小娜仍然是拿热脸贴冷屁股。阿泰怕被人说他和娘娘腔玩，所以两个人玩耍时只能像偷情一样躲着人。一天，他俩在河边玩耍，被那几个坏孩子碰到了，互相呛了几句还不行，坏孩子非要扒了小娜的裤子。村长的儿子还把玩具小船塞在了小娜的菊花里。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，阿泰找到儿时的伙伴打听，结果得知当年给小娜载小船的坏孩子就是最近被杀的官二代，而当年的村长就是现在的高官。阿泰继续跑图找记忆，他来到小学，又想起一段学校里的往事。被羞辱的小娜没有怪阿泰，还想做阿泰的小弟。恰巧阿泰刚被老师教训了，他就让小娜去给老师的酒里偷偷加点料。小娜还真就去了，没想到被老师抓了个现行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老师关上门窗猥亵了小娜。想到这里，阿泰一打听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个禽兽老师就是第二起案件中被杀害的中年油腻男。阿泰基本可以确定，这起连环杀人案就是小娜在复仇。记忆还没有结束，在小娜被老师猥亵后，阿泰十分愧疚，决定不再顾及别人的眼光，大大方方的和小娜一起玩。两人一起打架，一起玩耍，一起看星星看月亮，同诗词歌赋，谈到了人生哲学。之后的一天，小娜又被其中父亲毒打，阿泰过来帮忙，却看到小娜被父亲强奸的一幕。阿泰抄起家伙打倒了禽兽，俩人往外跑，禽兽在后边追，小娜只好捡到根棍子闷倒了他爹，然后拿起了刀，疯狂的把他捅死。看来阿泰回忆中，小娜离开村子时出现的那具浑身刀孔的尸体，正是小娜的亲爹。小娜的童年就是这么大起大落，还没落到底。两个孩子第二天背井离乡，去城里打工漂泊。在这里，他们又被一个恋童老外看上了，于是一群混混找到他们，威逼利诱，只要阿泰把小娜交出来，就能得到5000块钱，不然每天挨顿打。挣钱嘛，跪着趴着都不磕碜。但阿泰想站着把钱挣了，于是被打了好几天。晚上，小娜心疼的抱住了阿泰，阿泰一把推开了小娜，没想到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想摸我。两个少年积压的情绪在此刻都爆发了。阿泰觉得自己混成这个逼样都怪小娜，两个孩子骂不过瘾，就直接打了起来。阿泰把小娜打倒，一气之下同意了黑帮的交易。就这样，小娜被装在了红色行李箱，交给了老外。看来这里装小娜的红色箱子就是阿泰噩梦的源头，而那个恋童老外就是一开场被杀的第一个死者。凶手留下了足够多的信息，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凶手是小娜，是不是指向性也太明显了点？而且这信息又像是为阿泰量身打造的。阿泰解谜也出奇的顺利，凶手难道是在设局引导阿泰？小娜真的是凶手吗？还是被真凶嫁祸的替罪羊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无论如何，时间紧迫的阿泰目前只关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何找到小娜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前面说过，阿泰的女友小小不是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之中吗？这天早上，他正常上班，突然嗷的一嗓子，吓坏了警察。店里竟然放着一个红色的行李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小小和高官的照片。老白分析，这是凶手在警告他们，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高官。但是如果阿泰和警察继续查下去，他就把小小一起杀了。老白一边叫阿泰别操心，抓紧破案，一边把小小和高官转移到了安全屋保护，就是那个在影视剧里从来没有安全过的安全屋。说回阿泰这边，每当案子陷入僵局，就会有 NPC 传来线索。村子唯一和小娜联系过的阿婆去世了，给阿泰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。阿泰顺着号码找到了一家人妖酒吧，原来小娜后来变成了人妖，在这里工作过。阿泰到警局翻了小娜在酒吧打架斗殴留下的案底，发现小娜与人打架时毁了容，于是又顺藤摸瓜找到了整形医院，终于查到了小娜的信息。然而此时在安全屋里的小小刚离了狼窝，又进了虎穴。原来老白这个老色批真的在打小小的主意。自打阿泰出狱，老白就天天盯着小小，时间长了就打算做一回曹丞相。现在小小在警察的地盘上，老白就想放飞自我，准备对小小霸王硬上弓。而阿泰翻看着小娜的病历，看到整治后的小娜3条腿都下软了。而正打算亮出签子的老白也猝不及防的用脸接枪。没错，阿泰那个幼年时的伙伴，如今的变态杀人魔，竟然就是自己柔情似水的女友小小。阿泰踉踉跄跄从诊所里出来，回想起自己和小小相识相恋的点点滴滴，才发现小小的许多言谈举止和小娜一模一样。原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你的兄弟就在你身边，你却把他当成了女朋友。阿泰还没来得及打电话，就被老白的2个狗腿子拦住了。他从狗腿子警察那里得知，原来老白从来没把他当自己人，只把他当工具人。因为当年阿泰知道太多老白的黑料，老白就派警察去杀阿泰灭口，结果被阿泰反杀，这才是误杀警察事件的真相。也就是说，阿泰现在坐牢全都是拜老白所赐。老白本来没打算让阿泰活着离开监狱，奈何警察不争气，得靠罪犯查案，
这才把阿泰放出来。谁等阿泰查到真凶，就让他闭嘴，这样老白既立了功，又灭了口，还能趁机抢人家女朋友。这套操作简直赢麻了。现在2个警察对一个阿泰，还把枪顶在了阿泰的脑门上，这局面优势在我呀。于是这俩警察就被反杀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确定，缺的不是犯人太狡猾，就是警察太无能。咱们再说回小小这边，安局部的警察没料到凶手就是保护对象，而警长老白中了1枪还昏迷着，没有目标、没人指挥的警察像没了苍蝇一样乱哄哄，被藏在暗处的小小个个击破。小小趁机杀了高官，又收割了残血出逃的老白，打出了团灭。最后小小打电话给阿泰，约在老地方见。第2天，他们回到了小时候常去的屋子见面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出走半生的2人竟然以这样的身份再会。2人坐到了屋顶，开始复盘。阿泰不知该如何冲过眼前这位，到底是小娜还是小小？小娜觉得他一直是那个被抛弃的小娜，但只有变成小小才能得到阿泰的爱。阿泰不解，就算为了复仇，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过分？而小娜则回答，她不想从这个世界消失。小娜这一生里遇到的人都是王八蛋、畜生、禽兽、寄生虫，只有阿泰真心对自己好。都说真正的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记得你。对小娜来说，如果阿泰彻底把她忘记，那她真的就一无所有了。她做这些就是为了唤醒阿泰过去的记忆。不仅如此，小娜觉得她在拯救阿泰。在这个充斥变态的世间，曾有过一束微弱的正义光芒，那便是儿时勇于保护弱者的阿泰。那时的阿泰曾梦想做一名警察，而现在的阿泰却成了老白的走狗，沾血的杀手。每个人都渴求被接纳、被认可，就像儿时的小娜想被阿泰接受，而阿泰想融入自然小团伙一样。但是为了被接受，就要和这个满是变态的世界同流合污吗？小娜不愿意看到阿泰迷失自己，她要唤醒的不只是阿泰儿时的记忆，更是曾经那颗质朴少年的赤子之心。在交代完一切之后，警察也来了。小娜决意让一切冤孽终结在自己身上。她最后的愿望是让阿泰杀了自己，她不想落在腐败的警察手里。最终，阿泰含泪送了小娜最后一程。记忆中，他们又回到了小娜被出卖的那个晚上，看着远去的红色行李箱，阿泰扔下钱冲上去要救回小娜，只不过双拳的第4手被拦住了。而阿泰奋不顾身的这一幕，恰好被箱子里的小娜看到了。也许这就是抓到小娜的最后一束光。这本切割的故事到此结束。一开始红色雨衣和鲜血淋漓的杀人场景，多少给人带来惊悚和不适。但随着回忆的展开，这种不适完全被情感线冲散。尤其是故事结尾出人意料的杀人动机，杀人不为了复仇，而为了唤起记忆，做个好人。许多人觉得这个杀人理由太牵强，但偏偏觉得这种牵强也是小娜复杂人格的体现。从小娜杀人时的歇斯底里可以看出，她其实很在意过去的屈辱，只是一直在压抑着。应该说，小娜心有猛虎，只是为了阿泰将猛虎放出。2个抱团取暖的少年之间纯真的友情，不知在何时转化为一种爱慕。他们的悲惨经历也映射着社会图景。电影无时无刻不用画面展示着社会的撕裂。豆瓣上有人质疑说，电影把泰国社会黑得太过分，难道泰国真的这么黑暗吗？建议大家看片片，不久之前解说过的《毒蛇》，据说看过那部剧的都不敢去泰国旅游了。其实哪个社会都有光鲜的一面，也都有边缘的人群。小奈和阿泰就像是社会边缘的人物，他们拼命的挣扎，但是却成了杀手和罪犯。而曾经作恶的伙伴，有的成了明星，有的成了高官。儿时的小奈和阿泰是孤独的，长大的哥俩是迷失的。他们像是无数被忽略的童年被霸凌、长大被压榨，而又得不到关注和认可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让一个人坚守善良确实有难度。作为一部悬疑电影，这部切割也有很多漏洞，没有交代阿泰为什么失去了以前的记忆。小娜杀人归简单，基本没有什么阻碍，而且警察不仅战斗力弱，心思也根本没在破案上，本事不济，只能招安罪犯来破案，颇有《水浒传》中大宋朝廷的风采。不过破案虽然是主线，但并不是主旨。纵览全篇，连环杀人案虽然残忍，但案子并不难破，只要相信小娜的故事就行。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是后面的情感故事，所以这部片子也可以看作是披着悬疑外壳的情感片。另外，许多人说这部片子和200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《假面》很像，这2部电影在某瓣分别是7.6分和7.5分，基本是半斤对8两，但内容区别挺大的，各有各的精彩之处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评论留言告诉偏偏，咱们也可以抽空聊一聊《假面》这部电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